老师，如何理解有一分恶寒就有一分表症？恶寒发热同时出现是表症的特征性的症状，但是在外感病初期的表症阶段，有的病人虽然只有恶寒的感觉，并没有发烧，但是实际上体温多有升高。随着病情的发展，病人很快就会同时出现发热的表现。也就是说，恶寒是发热的前奏。只要有受凉的因素，无论是外感风邪、寒邪还是热邪，侵袭肌表，都会遏制体表的阳气，使肌奏失去温煦。无论自觉有无发热，恶寒都是必有症状，因此有一份恶寒便有一份表症的说法。由于表症常见于感冒病，所以当我们受凉的时候，只要有一种怕冷的感觉，可以说我们就开始感冒了。老师，表症常见于感冒病中，如何区别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和伤风感冒呢？感冒一定要鼻塞、流鼻涕吗？感冒不一定非要有鼻塞、流鼻涕的症状，外感表症多见于感冒病，而感冒的必有症状是恶寒和发热同时出现。其中恶寒重而发热轻无汗者是外感风寒引起的感冒，俗称为寒感冒；发热重而恶寒轻有汗者为外感风热引起的感冒，俗称为热感冒；而发热轻而恶风、汗多者是外感风邪引起的感冒，俗称为伤风感冒。老师，有人说我明明受了凉，吹了冷风，是不是就一定是风寒感冒呢？这不一定。由于现代人生活水平提高，人们摄入的食物热量也比较高，而且人们着装通常比较厚重，因此即使感受了寒邪的感冒，也未必是风寒感冒。临床上常常是风热感冒的可能性比较大。辨别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不是看他感受了什么邪气，而是依据病人的症状表现来判断的。老师，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冒，肺气虚弱、体虚的人，抵抗力低下，经常容易感冒，这是很好理解的。为什么很多正常人臂部虚弱，偶尔也会感觉到感冒？有没有有效预防感冒的措施呢？有，也很简单。感冒是感受风邪引起的，以恶寒发热同时出现为主要的症状的一种病症。引起感冒取决于两个要素，一个是外感风邪，包括风寒、风热这些；第二个是体表的胃气抗邪能力受损。所以体虚的人，也就是肺气虚弱、胃外不顾的人，容易感受风邪而感冒。一般正常的人，肺气不虚、正气充足、外邪不盛，一般不容易感冒。然而，胃气并不总是在体表，就像城门的卫兵也不总是值班一样，卫兵也需要休息，于是胃气也会随着人体的苏醒和睡眠，在体表和体内进行运行。当人苏醒的时候，胃气分布在体表，保护人体；当人睡觉的时候，胃气入里，养精蓄锐。当正常人正常的入睡，胃气也正常的进入到体内。所以睡觉的时候，皮肤腠理空虚，没有胃气的保护，就像城门没有了卫兵，风寒、风热等外邪就很容易趁虚而入，引起感冒。因此，当我们睡觉的时候，保护我们自己不受外邪侵犯而感冒，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盖好被子。因此，无论您是体强还是体弱，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最简单有效的预防感冒的方法就是睡觉时一定要盖好被子。无论是躺着睡、坐着睡、小气还是打盹儿，一定要多多少少盖好厚薄适中的被子。尤其是夏天，千万不要光着身子，这样正气亏虚，又吹着空调电扇，外邪很亢盛，这样最容易感冒。另外，经常有年轻的家长说，他家的孩子体质差，很容易感冒。可是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却见到孩子生龙活虎，并没有虚弱的表现。小孩子的感冒大多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小孩子踢被子引起的。所以年轻的爸爸妈妈们，给你们爱踢被子的孩子做一个可以保护胸腹腰背的睡袋，这样你的孩子就可以远离感冒了。老师，我想问一下关于多汗症的问题。我们经常碰到有人询问多汗的问题，有的人说一到夏天就周身是汗，出的汗比别人多很多，有的人手心总是湿漉漉的。我们怎么理解这些多汗的表现呢？出汗是人体的生理现象，出汗可以散热、降低体温、滋润皮肤、排出废物。在天气炎热、穿衣过后，饮用了热汤、喝酒、吃火锅、情绪激动、劳动奔跑的时候，出汗量增多，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全身或者是局部皮肤出汗异常增多，也就是说比一般人出汗是比较多的人，这就是多汗症。其中白天时常汗出，动则汗出加剧者为自汗，睡觉的时候出汗，醒来了之后汗停止的称之为盗汗。多汗症有4种常见的类型。第一种就是阳气亢盛型的多汗，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夏季汗多，但是没有其他的全身不适的症状，只有等到天气凉爽之后，汗才会有所减少。这种汗出多见于阳气旺盛的人。阳气旺盛的人身体素质通常是比较好的，一般不常生病，因此可以不用治疗。可是出汗的人常常觉得汗多很不方便，那么可以通过清热下火的药物或者是食物来降低亢奋的阳气，达到减少汗出的目的。但是要注意的是，清热下火的凉茶或者是食物不可以长期服用。如果长期饮用，会损伤人体的正气，影响身体健康。第二种就是肺气虚弱型的多汗，它的主要表现就是自汗，也称为虚汗。这种病人一般白天汗出过多，活动后汗出更加明显，汗出以后容易身体疲劳、怕风吹、容易感冒等等。这是因为肺气不足、胃外不顾所导致的。通常采取益气固表的方法，选择用玉屏风颗粒或者是虚汗停颗粒来进行治疗。第三种就是湿热瘀蒸型的多汗，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头汗非常明显，汗液有臭味，容易将衣服染黄。这种汗出的人多由肝火或者是湿热郁蒸、津液外泄所导致的，因此我们可以选择龙胆泻肝丸或者是四妙丸清热祛湿进行治疗。食疗中，薏米赤小豆粥也具有清热祛湿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清热祛湿的药物或者食物也都是寒凉性质的，切忌长期服用，以免损伤阳气。第4种就是阴虚火旺型的多汗，表现为在睡觉的时候盗汗明显，伴有腰酸、手足心发烫、手足心汗多、口渴、舌红少苔、脉细数，这是阴虚火旺，虚火逼迫津液外泄导致的盗汗。因此可以选择知柏地黄丸或者是虚汗停颗粒进行治疗。盗汗的人是具有阴虚体质的人，因此推荐平时常服用清补凉，比如北沙参、麦冬、玉竹、百合、枸杞子、淮山等等之类的药物来进行煲汤，以改善阴虚的体质。另外，手心汗多的人，如果先天就有，一般属于难治。胸部的交感神经链切断术是目前原发性手汗症唯一有效且持久的治疗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副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从原先的手汗多变成了现在的手无汗而干巴巴的。如果属于后天的手汗很多，可以参考阴虚火旺的方案来进行治疗。